周末休息，时间比较充裕，我决定在家挑战一下低温慢煮牛排。罗宋汤。为了支持我家倩宝的减肥计划，今天这顿还是减脂餐的标准。牛排最好选择厚切的，加入自己喜欢的香料后抽个真空。为了实现低温慢煮的条件，我弄了台美善品 TM6， 水温和时间根据牛排的厚度调整。低温慢煮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牛肉的营养成分，取出后大火两面煎出梅拉德反应，就可以离火醒肉了。醒牛肉的时间做个自制罗勒青酱，跟着提示依次放入帕玛森干酪、松仁、罗勒叶、大蒜、橄榄油和盐。自动做好的罗勒青酱可比我手切快多了。哇，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很诱人。醒好的牛排切开后，里面是均匀的粉红色，搭配上青酱，简直气吃再合适不过了。最近天气热起来了，做个清爽解腻的虾仁芒果沙拉。这道菜你们再说不是减脂餐，我可就生气了。就这个颜色，这个搭配，一看就是很享受的感觉。牛排和沙拉都有了，再做个罗宋汤搭配一下。所有材料准备好，跟着师傅引导操作就可以了。我倒想试试这种智能式的料理机到底会不会比我做的好吃。说实话，做这个汤整个过程我是没带脑子的，除了跟着提示往里面加材料，而且全程几乎没有油烟，大概40多分钟，色香味俱全的罗宋汤就完成了。哇，青酱牛排、虾仁沙拉，罗宋汤小酌一杯。先尝一下青酱牛排，感觉肉很嫩。芒果虾仁沙拉，再尝一下这个罗宋汤。这个罗宋汤做的跟你做的一样好吃，你可以下岗了。3碗菜，这个罗宋汤你能炫3碗米饭。不错，干杯！哇，闻起来就很香。这个牛肉是有汁儿的。先尝一口。白切牛肋条，我的天！今天做个牛肋条双吃，肋条冷水下锅，煮开后撇去浮沫。准备这些配料，再放半颗白洋葱，盖焖炖40分钟。调一个灵魂蘸料，来点白糖，白芝麻10克，加2勺炖牛肉的原汤。这个料汁配牛肉真的很绝。牛肋条也炖好，炖到这种筷子一扎就透的，就算 OK。闻起来就很香。牛肋条一定要厚切才好吃。哇，这个牛肉是有汁儿的。来尝一口，汁儿好吃，大厨认定。满满一大盘。用牛肉原汤再做个辣牛肉豆腐汤，泡菜一起炒一下，加入牛肉原汤。来1大勺韩式辣酱，放入生抽、蚝油、1勺白糖、冬菇、牛肉，最后放入豆腐，出锅。好香啊！饭喽！哇，白切牛肋条真的百吃不厌。浇在米饭上，哇，这个拌着饭吃太爽。蘸上这个汁儿。这道菜收你100块钱都不贵。老不说，自从入了牛肋条的坑，就一发不可收拾，逼着我又解锁了2种牛肋条的新吃法。除了之前视频分享过的白切牛肋条和法式料理那期的红酒牛肋条，今天这2种吃法也相当惊艳。哇，好香啊！今天的牛肋条比较多，先用这种大吸力的厨房纸巾擦干血水，然后改下刀。我这里解冻了2包，也就是1000克。切好后直接冷水下锅焯个水。水开后把浮沫撇干净，捞出备用。第一道先做个人人都爱吃的番茄炖牛肋条。番茄尾部打个十字刀，用热水烫一下。4个番茄，3个切丁，1个切大块。油热放一把冰糖，炒个糖色，放入牛肋条，翻炒上色后放入洋葱和番茄丁，加2勺番茄酱翻炒均匀。调味我打在屏幕上，被收藏一下。牛肋条炖的时间比牛腩短一些，水开后转小火1个小时就可以了。趁这个时间再做个日式盐葱香煎牛肋条，肋条加海盐、黑胡椒、大蒜粉腌20分钟，再准备点各色的蔬菜。这个日式的盐酥酱是灵魂，搭配烧肉或者拌饭都很绝。锅子要烧热，放入腌好的牛肋条，煎至8分熟后转小火放点迷迭香，把肋条剪小块翻炒一下就可以出锅了。不用洗锅，把蔬菜也煎一下。摆完后淋上葱酱就完成。哇，闻起来就很香。番茄牛肋条也炖得差不多了，放入番茄和土豆，再炖15分钟。趁这个时间把煎过肉的灶台擦一下。哇，这个好能吸油啊！这是我新换的心相印的荣立方厨房纸巾，除了可以吸油吸水处理食材，用不完的蔬菜或者香料也可以用厨房纸巾包好再密封保存。厨房卫生搞完，番茄牛肋条也炖好了。哇，好香啊！番茄牛肉面。再来颗溏心蛋，准备开饭喽！一周吃1次不会胖的。今天喝个果酒，来小酌一杯。先尝尝葱酱口味的，再尝一下番茄牛肋条，这个看着就好好吃，超级软软。干杯！老不说想吃最近很火的泰国夜市同款醉鬼炒面，这个简单，必须安排上。盛不上，盛不上。做炒面前，先做个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沙拉，嘎嘣脆爽，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。
脆芥三巨头焯水后捞进冰水里冷静一会儿，再来调个嘎嘣3碎的灵魂料汁，热油这么一泼，这小味儿不就上来了？鱼露是灵魂，一定要放。配料记得收藏一下，随意来点配菜，料汁一浇一拌就搞定了。凉菜这么凉，哪里有热量？放心炫吧，嘎嘎好吃。接着来做醉鬼炒面，解冻了几只泰国大虾，去头去壳去虾线，全部处理干净。3只鸡腿去骨去皮切小块，加橄榄油、黑胡椒盐，招揽均匀，腌20分钟。做泰国炒面一定要这样倒吧倒吧才有灵魂。这个料碗也要提前调好，等下炒面的时候用。准备2块泡面，煮2分钟就可以关火了。油热后依次放入大蒜、小米辣和洋葱炒出香味，再放入大虾和鸡腿肉。炒熟后放点菜心、豆芽和小葱，翻炒一下，炒软了就倒入沥干水的泡面，淋上料碗搅拌均匀，再撒上一把罗勒叶就可以出锅了。最后的花生碎辣椒面和柠檬也很关键。泰国醉鬼炒面开饭喽！醉鬼炒面，再调个木瓜奶昔，来点牛奶。柠檬汁够精气。哇，这个醉鬼炒面馋了好久了，这个虾好大呀，还有鸡腿肉，再来一个毛肚。哇，注意看，一锤沙子嘛，这是凉拌的，消不活了。大崩脆，干杯！周一沙茶牛肉滑蛋焖饭，周二三文鱼菌菇焖饭，周三一锅乱炖小猪盖贝，周四懒人版双茄焖面，周五虾滑豆腐粉丝包。哇，这看起来好诱人啊！先分享个好吃到舔盘的牛肉焖饭，我是为了清冰箱，你们用普通的嫩牛肉就可以了。按屏幕上的配料简单腌制一下，刚好试试倩宝新买的这个无涂层的电饭煲，再也不用担心涂层脱落，用起来也更放心。米饭里加生抽、黄油和蔬菜丁。用快煮模式先焖30分钟，洗盖后铺上腌好的牛肉，再用右手打一颗高品质的可盛氏鸡蛋，再焖10分钟，香喷喷的焖牛肉滑蛋焖饭就完成了。牛心奶酥蛋，加点葱花搅拌一下，看起来就很诱人。老婆爱吃的三文鱼排也安排上了。既然是懒人焖饭，蘑菇用手撕吧撕吧就可以了。没吃完的菌菇底料把它搞里头，菌菇丢进去搅拌一下，再放上三文鱼，正常煮饭模式半小时就搞定了。这种顶部加 IH 循环的加热方式，就像一团火包裹着米饭，煮出来粒粒分明。哇，超好吃！小猪盖贝都吃过吧？今天来个电饭煲版的一锅乱炖。说好了不开火，焯水这步必须省掉。锅底来点油，把所有食材和调料哐当当都丢进来。毕竟是懒人版，土豆不削皮也是可以的。加入没过水的食材搅拌一下，这个电饭煲能蒸能炖。开盖后放入发好的豆角，和面是不可能的，手抓饼扯一扯放进去。20分钟后开盖等待惊喜。好香啊！风味绝了，软烂脱骨。面条脑袋也要照顾一下，小番茄和茄子切块，有条件的再加个香肠，一定要这种湿面条。如果你想到家就能吃上饭，可以用这个超长24小时预约的功能，对打工人太友好了。番茄经过焖煮变成了茄酱，翻拌一下，再来点六合的辣椒面，麻油也很关键，这一口真的香酱没冒了。哇，好浓郁的茄汁啊！家庭版的烹面。最后这道更简单。虾滑挤进面筋汤里，锅底来点番茄火锅底料，调料都不用加。煮饭模式30分钟，15分钟的时候把粉丝丢进去，开盖就是人见人爱的虾滑粉丝包了。好的。